随我回去，你便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可好？可雍雪城丢了重犯，又该如何交代呢？你留下，就会死。便是死，也要保着他。我自己选定的路，选定就不改了。这便是世间情爱吗？强者因此软弱，智者因此痴愚。南庄主，若你真想帮我将阿宝托付给傅兰生，请他带他去碧霄宫找爹。若是找不到，就送阿宝回家吧，好吗？好。阿宝乖，跟哥哥走好不好？哥哥带你找爹爹。碧霄宫有好多好多的宝贝，宝气十足，想要什么任你选，不要哥哥，我把我的宝贝都送给你好不好？你帮我救救姐姐。小阿宝，来，听我讲，这是你穆姐姐唯一的请托，跟傅哥哥走吧，这样才能让姐姐安心啊。然后赶快找到自己爹爹，也让自己母亲安心。纵然是我们的小阿宝，也有自己要做的事，要负的责任呢，对不对？可是哪有死？姐姐是无辜的，你也不想让她死，对不对？咱们想想办法去救姐姐。城主，你可还好？进。城主，你的伤势可有所好转？疗愈还需些时日，不过已无大碍。苍长老那边如何了？朱塔一战，法剑尊者身死，仙盟伤者众多。苍长老正在处理善后之事，可能还需要些时日。你来找我，可还有事？仙盟各派掌门与正气厅求见城主。好。师兄，
有事便直说吧。我听见几句各位掌门的对谈，他们似乎对师兄你有些微词。他们说你……师兄还是亲自去听听吧。谢城主，暗域圣女的事不能总拖下去。是啊，就连其他仙道门派也都知道了谢城主与暗域圣女私交甚密。我等担心。话既说到这里，也不必再遮遮掩掩了。你身为雍雪城城主，却罔顾仙盟之规，引来祸患，是否也该对此有个交代？谢城主，谢城主，何道主，方才那几位的态度，你都看到了。这些人刚受了你的救命之恩，转眼便出言相逼，实在过分。人之常情，当立场相悖时，又谈何恩情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我与你父亲是多年的故交，不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指责你。但此次仙盟接连遭受重创，先是你父亲遇袭，新任盟主也遭暗族祸害致死，主塔又受创破损，整个仙盟人心惶惶，急需一位新的盟主来稳固仙盟啊！何道主的意见甚好，不知您心中的人选是？我想举荐城主你出任仙盟新任盟主。先不要推辞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何某以为，这一来呢，你的灵力已经恢复，第一剑修之能举世无双；这二来嘛，这次危急关头，你不顾自身安危，凭一己之力救下了半座雍雪城。若是你愿意为仙盟主持大局，定能服众。可是，唯一让大家介怀的，便是10年前被暗族附身，和此次暗域圣女之事。所以，谢城主在成为盟主之前，必须先处死暗域圣女，彻底与暗族划清界限，为自己正声名，为仙盟树威望。谢雪晨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跟南虚月借了纸砚和笔墨，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想提醒你，该杀我了。拥有一念善意的恶人，本质上仍是恶人。如此简单的道理，正道之光还能不明白吗？别有负担。诛杀我后，只要在忌日给我准备好酒好肉，我便不怪你。
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唯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你我那一个人，一双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秋明，师傅，这么晚了，在我屋外做什么？那个雍雪城的人来过了，说明日请您去趟正气厅，要处置那个穆玄灵。你莫不是同情那妖女，想替她求情吧？同样的错误，你到底要犯几次？你何时学得如此心软畏缩，竟同情灵族和暗族？师傅，他也算是救过我们镜花宫一次，还有当年丧妻西庄，他为我替死，我终究是欠他份人情，所以您能不能明天去替他求求情？师傅，就算我求你了，师傅。你同你母亲一样心地善良，但是秋明，有些人有些事不值得你如此记挂，他们本就不该出现，更不该留下。更何况，谢雪晨身为这雍雪城的城主，要想挽回过失、平息争议，就必须亲手杀了那妖女。不然，这雍雪城的名字可就要蒙尘了。杀了我吧，用我的命证明你稳固的道行。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谢城主在成为盟主之前，必须先处死暗玉圣，彻底与暗族划清界限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善恶分明的真道之光。穆玄灵，走吧。他终于想通了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走吧。穆姑娘虽然是暗域圣女，但也没做什么坏事。我们这样处置她，太残忍了。还好我没告诉阿宝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很难过。哎，南旭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，别在这关心了，太残忍了。来了。城主，人已带到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
你的伤好了吗？已经好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开始吧。谢城主，你这是何意？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我散他魔功，将他囚于雍血城1000年，已是足够。她是暗域圣女，只此一条便可定她死罪。谢城主如此恐难服众，尤其会让玄天门诸位修者寒心。穆姑娘当然是被魔气所控，待神智恢复之后，亦却阻止迟疑，内心向善。逝者已逝，如何处置，本就是活着的人该做的选择。谢城主若不杀他，便由我来杀。师父。这里是雍血城，这是我的决定。谢城主，你这是想公然包庇他？袒护罪人才叫包庇，而穆玄灵无罪。无罪？谢城主这是何意啊？自暗域起，穆玄灵便一路助我，助谢幕，追谕令查内奸，灭三营。他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牺牲。这样的一个人，若仙盟只因他的身份便定其罪，欲取其命，是仙盟的过失，我不认同，亦不遵从。谢城主，你莫要善恶不分。难道素公主的是非善恶便是真理？我谢雪尘立誓，自有我的道心，亦有我的判断。给穆玄灵散去魔功，并非定他之罪，而是要让他彻底脱离暗域的生活，囚他1000年，了却过往。从今以后，穆玄灵便是我雍血城的人。
想不到谢城主也是一个有心之人，吴姑娘大难不死，真是件好事。的确是好事。恭喜公子练成归离阵法。世人皆以杀阵为尊，殊不知能保全自身的守护之阵才是最难练。若做不到世间至强，那遇到劲敌时，能凭借阵法瞬间脱身，亦是至强之策。此阵一旦启动，对布阵者的损耗极大，若非生死攸关，公子慎用。即便生死关头，亦是命中注定，又何须阵法脱逃？或许这阵法永不会有启用的一日吧。以为不会启用的阵法，差点用上；以为不会寻到的人，也终重逢。吴玄灵，不让你死，亦是我的选择。若不然，怎认得彼此眼窝？苍夜满阁凭烛观月色。吴玄灵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给你选择的机会。我问过他了，问他愿不愿意随我回云秀山庄避世。为了你，他拒绝了。还有一个办法，为他散去魔功，便不会再有魔气反噬。散功十分凶险，对于一个灵窍破损的灵族，最终会导致身体败坏，走向一死。若他有玉阙宫护体，他便能活。这是另外一个秘密。10年前，我父亲在明月山庄寻到了重伤濒死的我。那时我神窍一会。人族之躯，需先开阴阳2窍，体魄方能达到巅峰，而后再开神窍才能修道。你若神窍被毁，为何还能达到法相巅峰之境？谢氏一族，代代拼死而战，时有受伤，所以自幼便要修习疗愈之法。我于濒死之际顿悟玉阙功，3日之内神窍重铸，修为不降反增。玉阙功还有这般功效，所以你要为他开神窍？是。有了神窍之后，他便可修炼凌厉，不用再受魔气灼体之痛，也不用再畏惧烈日灼烧，更不用再回暗域，可以堂堂正正，好好的活在人间。让灵族拥有神窍，足以改变3界格局，但又有什么所谓呢？穆玄灵，好好活着，继续做那个有趣的人，给这无聊的世间添点新鲜事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我了。
宣令，城主，撑过3日，3日之后，我带你去看人间，好不好？刚去看了新一批灵族的武斗，都厮杀了1个多时辰了，还没分出胜负，真是一批不如一批呀！哎，不是我说，这论狠论绝呀，远不如当年圣女，对吧？你干什么？你也想打架是吧？来呀！你可闭嘴吧！你还敢提圣女？尊上这2日心情不好。就是因为圣女宁死不归暗域，你还敢提她？你找死啊！赤影回来了。哟，赤影，你可以啊！你这出去一趟，直接把500年的法剑给爆了，这同归于尽的气魄，不很是欣赏。这短短几日，我的修为竟达到如此境界了。赤影啊，自爆金丹把本体都伤了，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你可真够厉害的呀！我早晚杀了谢雪晨。行了，大话呀就别说了，快去虚空海里泡着吧。我可不喜欢太弱的同伴。我刚从虚空海出来，总觉得很奇怪。今日虚空海内魔气大盛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出事一般。待多久啊？这冰天雪地的，我可过不惯。赤影自爆法剑尊者金丹，珠塔被撞出了裂缝，防护力减弱。科派既要守护混沌珠，这种时候怎么走得了啊？雍雪城已经派了1半弟子去守塔了。那这珠塔要多久才能修复好啊？珠塔法器虽会自行弥合，但怎么也要10天半个月吧。这么久？那谢城主也不想想办法。说起谢城主，我听说他抱那木玄灵回屋，也有3天3夜不曾离开。难不成雍雪城会多一个灵族之身的女主人？堂堂雍雪城城主，竟然被一个妖女迷得神魂颠倒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简直是颜面扫地。要扫也是扫他们雍雪城的面，人家谢雪晨都没有说什么，2位师姐在这儿操什么心呀？高师妹，我们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。而且又不是只有我们一派在议论，其他门派也在议论。别派议论，我们净化宫难道就要跟着一起吗？高师妹，谢城主当年毕竟害了你父亲，你怎么还帮他说话？那你要我怎么样？难道我也杀了他报仇吗？可当年也是他救了我呀。若要说暗族附身，当日在运秀山庄，我也曾被战影附身。若是那日战影得逞了，我是不是也要偿命呀？啊？这，我不是那意思。反正我们净化宫不在背后嚼人舌根。2位师姐还是注意点吧，讲闲话讲饱了，不如给师妹我吃得了。连仇人都帮，活该家破人亡。
你醒了？又要维持我的生机，又要处理公务，3日3夜不合眼，你就不怕累死啊？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应该要多休息一会儿。今天的阳光真好啊！我本来以为我必死无疑。魔功散尽，为什么我还能活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是你命不该绝罢了。你不想告诉我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不简单。我曾经好像问过你，如果我愿意散尽魔功，变成一个普通人，你会不会保护我？我现在好像有答案了。怎么办呢？红颜祸水的名我担了，专断徇私的名你担了。不过我名声本来就很差，也不介意再差一点。但你就亏大了，什么都没得到，还白白赔了一身清白。不如你索性把我得了吧，好弥补点损失。身体才刚好转，嘴巴就不老实。那你就老实吗？法相寿命1000年，灵族寿命1000年。你判我囚禁雍雪城1000年，是什么心思啊？你想用余生护我？碰巧罢了。你会给我带锁灵环吗？不会。那你会给我下禁制吗？也不会。那你打算怎么求助我啊？你技艺好转，明日下山。你要赶我走？带你去看人间。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好好休息。嗯。穆玄灵，想不到你也会有这样患得患失的时候。强者因此软弱，智者因此痴愚。南虚月说的果然不错。唉，请爱误我啊。听弟子说，尊者禁寺多日，终于愿意告诉我，为何道心崩毁了。几年前，我遇见了一个人，一个让我有心魔的人。谁？修仙阁主。魔是除不尽的。但尊者可有想过，世间万法为何只有你玄天门的道法才能够指引世人消弭心魔？可见天降大任于玄天门。若人人拜入玄天门中，以严咒照心见性，恢复本我，不再有私欲，不再受求不得之苦，那世间便没有爱憎，也自然没有心魔。
便真的行了。我本想忘记这番话，可不知为何，我越想忘记，便越忘不掉。日夜轮转，春秋更替，他的这番话，时不时就会出现在我的耳畔。渐渐的，我觉得他的指引是对的。所以你勾结修仙阁和暗族，想要扩张玄天门的实力，让天下人都拜于玄天门的门下。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尊者想要人人都依玄天门的道而行，可曾问过他们是否愿意？若他们宁可有爱恨别离、受求不得之苦，沉沦在欲望中呢？你想要他们行玄天门的道，他们行得了几时？心中难道不会有怨恨？如今玄天门门人众多，又有几个真的像尊者说的那样，得以超脱？难道就没有办法让这世间再无心魔？我曾认为，魔由心生，是人的影子。阴影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我们活在了阳光之下。金乌东升，西落则影长，烈日当空则影短。真正的除魔手段，是创建一个煌煌盛世、海晏河清、人人得以安居长乐之所。心魔，自无寄生之处。可这煌煌盛世，该如何成就，却是万古的难题啊！我所见越多，越觉得眼下人族走错了路。仙盟之下，人族的生活越发安稳富足。然而与之相对，灵族却被驱赶至苦寒之地，或陷于奴役压迫，满怀仇恨。指一方绝对主宰之势，未必是他方安居之所。所以眼下该做的，不是以杀止杀，而是要寻找一种恰当的平衡共存，和而不同。多谢城主解我之惑。眼下我有3件事情，需要知道答案。城主请讲。第一件事，修仙阁主何在？我不知。第二件事，仙盟各派到达雍血城当夜，我曾遭人袭击，那人身着黑衣，还蒙着面，修为在元婴之上，法相之下，应是修仙阁的人。他是谁？修仙阁主座下有一名最信任的使者，正是元婴之上，不过他的脸庞一直隐藏在蒙面黑巾之下。我并不知晓他是谁，恕我帮不上忙。城主，该讲第3件事情了。第3件事，答案在尊者。仙盟此劫，如今种种错皆在于我，万死难辞其咎。如今师兄永世，我又身负重罪。还望谢城主看在我们玄天门千年以来抵御暗族之劳，莫要追究玄天门。好，还望谢城主看在我们玄天门千年以来抵御暗族之劳，莫要追究玄天门。好。多谢城主。谢城主，
还有最后一件事，我能再见见玄信吗？好。早就跟你讲过了，天气寒凉要多穿件衣服，怎么又忘了？师父，你已经决定了。我与其他人不一样，我并非被暗族附身。也没有受谁胁迫，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所有的罪责也是我该担的。师父曾说我无知。但原来我做不到，师父，玄信不想你死。师父相信你能做到。你天生慧根，心境通透。今日之后，你便是玄天门新任门主。你会助谢城主平息混乱。你会率领玄天门的弟子，寻找到一条新的护世之路。答应师父，你会做到。玄信，会做到。世间情理难断，便须有法度。你莫怪谢城主，也不要怨任何人。这世上我最不忍心骗的，就是你这个傻孩子。那晚给你的法印是真的。当日，正气厅中人人皆有心魔，可未必人人都会入魔。能否克制执念和欲望，能否选择正确的路，终究还是看谨慎。世间事，并非只有一种答案，所以玄信，去走你的路，去找你自己的答案。师父也只能教你到这儿了。师父，回去吧。最后一程，我想自己走了。
此乃九方玉龙阵，可用来警示灵族行踪。此等多事之秋，多谢南庄主鼎力相助。哎，不必言谢，能用上便好。雪尘和穆姑娘最近好吗？一念尊者离世，消息通传各派，城主刚处理完相关事宜。至于穆玄灵，他倒没有什么事，留在吹雪楼休养。只不过闲言碎语多了些，但城主自己不在意，我也不好说些什么。我先回去复命了，告辞。慢走。如此自在的囚徒，倒是第一次见到。有了靠山，自然不一样。南庄主怎么来了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该回运秀山庄了？也是，你本不参与仙盟纷扰，来此也只是为了帮谢雪尘。如今三影投云已灭，仙盟内奸已抓，朱塔亦有各派守护，谢雪尘也恢复了全盛实力，你是该回去逍遥了。那你呢？我如今是雍雪城的囚徒，自在归自在，但仙盟是不会放我走的。去运秀山庄的提议，真的不考虑了？南庄主，你对我的帮助似乎有些过多了。为什么要为一个普通故人冒如此风险？你不是普通的故人。其实当年明月山庄，我曾想带你走的。若那时带走了你，你就不会遇到谢雪尘，也不会遇到桑契，亦不会有10年暗无天日的日子，更不会成为仙盟要诛杀的妖孽。穆玄灵，我心有悔。我从未给过你什么，也没有对你多好，你不必如此。你给过？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。给你讲个秘密吧，想听吗？我会保密的。其实，我三窍被毁，并非暗族所为，是我弟弟，是他勾结了邪修，假装暗族将我掳走的。星野，你也是我儿子，但你既然做出戕害兄长之事，为父别无选择。我是与人合谋，害得他三窍尽毁，废他双腿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不毁了他，你还知道有我这么个儿子吗？混账！你这个混账！我杀了你！是我让星野这么做的。南虚月三窍已毁，已修不了道了。但星野已是金丹，有望法相。你要为了一个废子而毁了山庄晋升的希望吗？
我愿以死抵罪。你要杀，别杀了我吧！滚开！我杀你！母亲，他为南星夜顶罪，扛下了所有的罪名。直到现在，我都忘不了他临死前的样子，仿佛在说他很满意，他的儿子可以得到所有，而他只是死了，这已经很值了。我本是愤怒的，因为父亲的偏袒与不公，可在那一刻，我就只剩下羡慕。有个人可以那么爱他，甚至可以为了他欣然赴死，而我这一世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人。可那时我遇到了你，你许诺会给我一点点的喜欢。你把你的糖分一点点给我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。那只是我的无心之语。我知道，只是多年后重逢，见到了你对谢雪晨的爱与付出，我才明白，我到底错过了什么。南虚月，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我喜欢上的是你这个人，还是喜欢你对另一个人的深情与无悔。所以我想我也该走了，试着远离你和他，看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他，走走。你我心虚什么呀？听到了多少？不多。从你说喜欢他那句开始。这是什么表情？不在意，还是憋着火？为何不告诉我？连我自己都没弄清楚，怎么告诉你？还是说我告诉你，我喜欢他喜欢你的感觉？这听起来不诡异吗？所以我想，我或许该离远些看看。离远些看看之后呢？我认识的谢雪晨很少追问一件事。你慌了？没有。他满心满眼都是你，你有什么可慌的呀？过几日，我便要回运秀山庄了，到时候你也不必相送。还有，我劝你，一定要先下手为强，早点绝了我的念想，这样便什么都不会改变了。走了。你聊得怎么样嘛？南虚院那些话，我也是第一次听。
你生气了？没生气。啊？那今天还下不下山吗？当然下，为什么不下？还说没生气，平时的谢雪晨可不会这么说话。你要不想去就算了。去，落刀子都去。你就这么带我走下山，众目睽睽的，恐怕不好吧？你不杀我，那位素公主已经很不满意了。如今我被散了魔功，就是个普通的灵族了。这悬崖这么高，看得我倒真有点害怕。不过谢雪晨，我想到了一个避人耳目的好方法。如何？是不是无人看到？下回再这样，我不会借你。哎，我这不是怕你为难吗？城中认识你的人甚多，今晚是属于你和我的时间，我可不想被人打扰。好啦，这样就没有人能认出你了。走吧。你拍谁的手呢？加大难度要不要？看好了，第一把，第二把，刀在人在，双刀齐飞。他骗人的，我也会。你可知在人界砸场子是要挨揍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被揍过啊？真的假的？你真没揍过啊？哎，你跟我说说嘛，你修为那么高，谁敢揍你啊？年少旧事罢了，不许提。不提就不提，反正重要的是现在的你。点心，点心，点心，刚出炉的点心，姑娘尝尝。这个，都要。好嘞。这么喜欢吃点心啊？当年在人间，大哥哥带我吃的第一样东西，就是点心。你出钱对吧？嗯。仙门山下摆摊算命，倒是有些勇气。你是个修士，不像啊。姑娘，此言差矣。若论这卜算之道，我们凡人未必会输给那些高高在上的修士。怎么说？他们不过是给修士算命。这修士寿命几何呀？100年、1000年之久，这么长时间，哪怕是胡说八道，8成也能等到应验的那一天了。而凡人，不过活几十年过米，可远远没有这个耐心。若说的不准，不出1月，保准让人掀了这摊子。有道理啊。就比如传说中的运秀山庄，
都说那庄主有通天彻地之能，算尽天下苍生命运。呵呵，这可信吗？这不可信。他若真有如此本事，当年运秀山庄又怎会被灵族报复、屠庄？哎，姑娘，想算些什么？姻缘。不知姑娘八字？八字？这可不知道。好吧。姑娘，可将这几枚铜钱置于案上，我来为您解卦。姑娘，你正陷在一段复杂的关系中。没错。那在你看来，这段关系可会有什么变化？没救了。啊！哎呀，姑娘啊，你们这段关系已经走到了死路，我看是不成了。俗话说，这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哎，不如您再加几文钱，我给您看看接下来这段。胡说八道！我看你就是胡扯。不用等1月了，我现在就掀了你的坛子！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解释。我问你，刚才为什么掀人家坛子？我不喜欢他的结论。他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跟他显然势均力敌啊。散去你的魔功也不见你安分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要让我学会安分呢，只怕1000年还不够呢。所以，你得好好看紧我。喜欢吗？不喜欢。真的？假的。二位吃点什么呀？2碗素面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。谢谢。看你对这家面馆很熟悉，你常来啊？过去常来，只是老板好像换了。2碗素面好嘞。哎，谢谢。感谢姑娘日前救我老父，这2碗面就算我请你们的了。你父亲？姑娘可还记得几天前在街上帮了一个被小贼偷了钱袋的生病老人？我的钱没了。你该庆幸你在人界，不然你现在已经死了。女侠饶命！滚！谢谢。老爷子，怎么这么大年纪还自己出来买药？家里没人啊？家里有一子啊。不孝子！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常年患病，家里积蓄都花光了。儿子为了给我挣钱买药，日夜不停地开着面摊，我不想让他再奔波，才自己来抓药的。没事了。那位老人是你父亲啊？那就是我爹。我爹回来以后啊，把姑娘相救的事儿都告诉我了，从衣着气质到年纪相貌，他都牢牢记在心中。我替我老爹再次谢谢姑娘。没事儿。
还有我女儿，听得爷爷讲了这事儿啊，说以后也要像姑娘一样做个大侠。小芳，过来。这孩子害羞，他不敢过来见你们。姑娘，您和您这位啊，我相公。哦，您和您相公以后尽管来，到我这儿随便吃面，不收钱。既然您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可不客气了。不用客气，那您二位慢用啊。快吃吧，托你的福，吃了碗不要钱的面。谢雪晨，今夜我好像看到真正的人间了。他没有那么好，但好像也没有那么差。小芳，快看烟花！上一次我看烟花，还是10年前。那个人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？你的大哥哥。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你确定你真的能分得清我和他？我有一个很简单，却很准确的分辨方式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我对大哥哥没有色心，但对你有。如途经过万年的雪落，他也一颗双眸光成河，说来仿若前尘曾爱过，若不忍自认的彼此烟波，苍野满阁凭烛观月。这人间热闹是热闹，但就是睡得早了些。此时于你而言还算早啊。就是有些可惜罢了。可惜什么？旅程结束了，雍雪城的囚徒该回冰牢才是。你不必回去。那我该去哪儿呢？一直待在吹雪楼，又算怎么回事？我让人给你安排住所。其实，我待在哪里不重要，我也不在意。重要的是，在你心里，我是以什么身份留下的？偷得半日欢喜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但我更希望你能早些回答我，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走了。你竟如此心思涣散，就连我到了附近也没察觉吗？长老想说什么便直说吧。雪晨，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，你莫要骗我。这穆玄灵，你对他很不一般。你看这雍雪城，在夜色里是如此的静谧安宁，可底下有多少暗流涌动？
你很清楚，守护雍雪城的百姓是你的责任。将来你还要守护仙盟，守护人族。一个穆玄灵与城主身负之责相比，孰轻孰重？你应该比我还明白。可从始至终，他都没做错过什么，甚至一直在帮我。长老，天下于一人，当真冲突吗？若不是穆玄灵，而是父亲，是长老你，是雍雪城的其他弟子，亦或是山下百姓，在面临抉择之时，我也应该抛弃你们吗？一人、百人、万人，若同样是无辜，性命的价值该如何衡量？牺牲少者，保全多者，当真就算大义吗？你的道心在动摇。是，我有祸。正道从来沧桑泥泞，见道者必然截绝独行，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道理。自古传下来的道理就一定对吗？请长老放心，我只是有祸罢了，该担的责任一定会担。月升中天，我和宣信约好了一起守住他，我该过去了。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这人界还真是奇怪啊，要我循规蹈矩的是你们，现在我照做了，惊讶的也是你们。你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就好好待着吧。师兄就这么走了，连禁制也不设，未免对我也太放心了吧？还是说你们觉得我魔功散尽，已是个废人，再无威胁可言？你这样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好说，那特意给你们带的。这，你们城主出的钱，算不上我贿赂，就当是师妹的一点孝敬吧。谢谢你们前段日子的照顾，收下吧，师兄。这，拿归拿，但若你闹事，我们还会上报的。那是自然。走吧。师兄慢走。若真有1000年就好了，可惜他是桑启，又怎会轻易罢手？春生剑这是怎么了？这怎么会？莫非是他来了？师父，发生什么了吗？是，都给我待在这儿，哪儿都不许去。是。于剑鞘中震荡，是剑在认主。春生剑自母亲死后便传给了我，平素连师傅都不认，剑主还能有谁？桑琪，果然是你！姐姐的春生剑还是没把你忘了。春生。
真？也罢，就让我在取出之前，先教训一下你这个猛妇，也让你知道好歹。桑琪，我要替姐姐报仇，拿命来！不自量力。虽然此时风平浪静，但我总觉得有事要发生。那是因为谢城主的心本就不平静。要让心毫无动摇，绝非易事。谢城主不必担心，南庄主阵法无双，再加上你们在已经公开的阵法之上，加设了多个新的阵法，瞒过众人。一旦有灵族潜入，他们必定无所遁形。要杀便杀。你怎么是瘸的？在人间，你玩得很开心吗？你就是这样见师傅的？你还是来了。暗狱10年，你该知道背叛的下场。我在做出决定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后果了。你是我最得意的弟子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。好好想清楚，到底是现在随我回暗狱，还是我杀了这里所有的人之后，你再随我回暗狱？有灵族入阵，为何没有警报？莫玄灵，桑琪，你是南虚月吧？城中的阵法也是你所设的，还不错。我可以不管你做什么，但要把穆玄灵留下。就凭你，恐怕还拦不住我。南虚，你怎么了？开启归离阵法会有些损耗，但还死不了。归离阵法，善终世界可以暂时困住桑琪，但并非长久之计。时间紧迫，我必须立刻设阵，送你离开永雪城。以桑琪的实力，你困不住他的，别管我了。你魔功散尽，九死一生，被他抓回暗狱，即便不死，亦是生不如死。我早就习惯了，这是我的命数，与你无关，不该拖累你。你干什么？放过他！
我跟你回暗域。在人界待久了，本事没学多少，却越发变得没出息了。他不是仙盟中人，对你构不成威胁。别杀他，放过他，我跟你回暗域。在人界待久了，本事没学多少，却越发变得没出息了。他不是仙盟中人，对你构不成威胁。别杀他。也罢，确实没必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，伤害了你我师徒之间的感情。本尊最讨厌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。师父，别杀他，求你了。想搬救兵是吧？本尊可以帮你。桑琪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别着急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穆玄灵，城主，谢城主。是否桑琪来袭？几位来的正好，桑琪夜袭，绝不能让他入城为祸。我去对付他，助他救牢诸位了，多加小心。素宁真怎么没来？先别管他了，守护朱塔为先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谢雪晨，又见面了。不知阁下夜闯雍雪城，有何贵干？自然是来将我的爱徒接回。那便不能如你所愿了。穆玄灵如今是我雍雪城弟子。想让他改换师门，我可没答应。谢城主，为了布下这个杀阵，我可是费了不少的功夫。现在，你是想同我生死斗呢，还是去救那些悲惨的人族？你看到了，他走了，为了他的人间抛下来的，这就是你愿意为之付出性命的情爱，不值得。你不懂我，更不懂他。将死之人，我没必要懂。一人之力扛法剑金丹自爆，即便他伪装的再好，也改变不了他受伤的事实。
谢雪晨想赢，就只能拼命。谢雪晨，桑启的功力竟然如此之高，这魔气沙阵一旦覆压凌雪城，整座城都会毁掉。不知道谢承楚还能不能挡得住？他挡不挡得住我不知道，但你们一定挡不住。你是何人？取珠之人。谢城主，你这么想留下他，莫不是动了真情？但你恐怕还不知道，灵儿接近你，从一开始便是别有用心。世人总说暗族生性歹毒，灵族善于骗人。其实说的倒也不错，灵儿肯定没有跟你说，当初是我准许他将你救出荣渊的吧？你不信吗？你服用的那颗半日芳华，就是我给他的，时间仅此一刻。荣渊又能奈他何？关再久也没有用。师傅，不如试试我的方法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救下他，跟着他，亲近他，哄他放下戒备，趁机夺取混沌珠，毁掉仙盟。半日芳华，拿去。为了那个谢雪晨的命，自己的命，不要了？怎么可能？灵族寿命1000年，花花世界，男人万千，我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一个谢雪晨去死？不过和他玩玩罢了。师傅放心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，夺回混沌珠，杀了谢雪晨。再打下去，你会死的。我来尝！别那么努力，能少受些苦。
雍雪城的谢家人都有一种偏执的劲头，但在我看来，只不过是一脉相承的狂妄罢了。他不会输的。灵儿，我们该走了。谢城主，看来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谢雪晨，他说的我不会信。情之一字，果然是无人。就连谢城主也沉湎其中，明知刘颖石做不了假，却还在这里自欺欺人。谢晨，谢晨。谢城主，还要打吗？你的伤势很重，再打下去，真的会死。因我的灵儿要与我生死斗，值得吗？穆玄灵魔功3千，与安玉再无关系。他是我雍雪城弟子。为爱身披风
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，唯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双眸，此别无所恋，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。够了，谢雪辰，别再过来了。我说够了，你听不懂吗？师父已经告诉你事实了，怎么了？不愿意相信吗？实话告诉你，喜欢你的戏码演得够久了，我早就腻了。我堂堂暗域圣女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愿意留在雍雪城，做一个低等的洒扫弟子，任你们呼来喝去？这不是陈雪之。谢雪辰，你太自以为是了。我不过是把你当做大哥哥的替代品，玩玩而已。我本想看看天道之子落入情网的样子，现在一看，却委实有些无趣。不过和普通人一样，为情所困，纠缠不休。你已身负重伤，又怎么会是师父和我的对手？谢雪辰，不杀你，也是看在你护我一命的份上。别再自作多情坏我大事，否则我真的会杀了你。灵儿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我已等了你万年。混沌珠。荒唐！谢城主来的可真快啊！你没有杀他们，交出混沌珠，我便可饶你一命。谢城主觉得自己可以命令我，你扛下了金丹自爆，又被桑琪重伤，你的灵力还剩几分呢？ 7分都好。
有死无退。为了想守护的东西，你向来都是不遗余力。可若知道自己守护的是个笑话，不知道你会是什么反应。混沌珠还在珠塔里，只不过你见了，可能要失望。不可能，生物神器即便是笑话，也不可能会死。这难道是假的？为了想守护的东西，你向来都是不遗余力。可若知道自己守护的是个笑话，不知道你会是什么反应。仙盟严防死守的混沌珠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是不是您弄错了？我也很好奇，到底是哪位高人，竟用一颗假珠，将整个仙盟戏耍了这么久？刚刚是我失言，我不该质疑阁主。无妨。线下戏已经演完了，该将易容卸下了。阁主这易容唤形之术，果真精妙。不过，这是我第一次假扮阁主，虽已尽力模仿，但仍恐会被人察觉不对。你已追随我多年，一直是我最信任的使者。先前面对桑琪、谢雪晨，你皆无惧色，怎么今夜反而忧虑？因为今夜本该是我们计划得逞之日，不能出差错。但没想到，这最大的差错，竟是混沌珠本身。我们的大业并不急在一时，只要混沌珠还存在于世，希望就没有破灭。终有一日，我会为你实现你所渴望的那个世界。今夜让你假扮成我，是为了证明我在场。日后若无必要，不会再让你假扮。回去吧，时间久了他们会怀疑。就让这帮仙盟的人帮我们找找，混沌珠到底在哪？我都已经跟你回来了，还要怎么样？你若是真心愿意回来，为师自然高兴。可你偏偏是为了那个谢雪晨。你以为为师看不出来吗？你对他所说的那些决绝之词，只不过是担心为师会要了他的性命。你既然知道，不如就杀了我。谢雪晨好不容易为你续上了命，就这么轻易不要了？我告诉你吧，他散了你的魔功，却将玉阙功传给了你。他待你倒真是极好。
血宫果然玄妙，我就知道7年前这神窍损毁，怎么可能做到修为不降反增？原来玉阙宫真的可以重铸神窍。他将玉阙宫传给了我，怪不得我的身体日日好转，再也不怕烈日灼伤。可为什么我自己不知道？他将玉阙宫传给了你，你便有了神窍。仙盟法相齐聚雍雪城，一旦被人察觉，仙盟的人一定会置你于死地。他以为他可以瞒过所有人，却骗不了我。你为何会知道？谢雪尘能够屏蔽灵犀对你的控制，却屏蔽不了灵犀对你的感知。无论你在哪里，为师都能够找到你的方位，能够了解你的身体状态。你被散功，被开启神窍，为师比你还要清楚。所以你做这一切，不只是为了得到混沌珠开万仙阵，还为了玉阙宫。我必须要这么做。修炼魔功虽然能够令我强大，可还远远不够。若是能够开了神窍，我便能突破灵宗修行的极限。从此以后，不用再忌惮任何人。这是什么？能够让你忘了痛的药，名为悟心。服下之后，便能断绝情念，爱恨两忘。你虽然还能记得之前见过的人所经历的事，但一回想，心中不会起任何波澜。你所有的爱都是因谢雪尘而起，对师父的恨也是因他而生。你只要忘了对他的爱，便会忘了对师父的恨。你只会记得，你是奉师命去接近他，夺取混沌珠。你对他所说、所做的一切，都只是计策，全都是虚情假意。从此以后，你我师徒便再无芥蒂。只有这样，为师才会留下你的姓名。我不喝。灵儿，师父真的是为你好。爱上人族有害无益，人心最为复杂，最为多变。今日可能对你温言软语，明日就会翻脸无情，甚至将你欺若敝履，痛下杀手。师父真的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。桑琪，你爱过人吗？他伤害了你，是不是？20年前，你断了一臂，是因为谁？闭嘴！可是桑琪，你受过骗，受过伤，却依然不愿意喝下悟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愿意忘了他给过你的那点温暖，哪怕可能是假的。我也不愿意。悟心一旦入口，便再无挽回的余地。你和那谢雪尘，终将要成为敌人。
穆玄灵，半日时光是看不懂人间的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这里是雍雪城，这是我的决定。今夜，我好像看到真正的人间了。谢雪晨。反正有你在我身边，日月盈昃，宇宙洪荒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不要走！公子，公子，你醒了。穆玄灵呢？穆玄灵呢？我本是来给你送药的。没想到，竟遇到桑奇袭城。我赶到时，你身边唯有这把折扇。至于穆姑娘，听仙盟所言，她已被桑奇带走，谢城主也未能拦下。你知道得而复失的感觉吗？原来他真的是我的梦中之人，可我却没能将他护下。得而复失，人间至汉，其中的苦楚，我自能体会。那既然故人与梦中人为同一人，公子有何打算？曾有3次，我想护下他，却都失之交臂。第一次在少年时，我想要带他离开明月山庄，终未能如愿。第2次在仙盟审判时，我为他布好了归离阵法，欲带他逃脱，可到最后都没有派上用场。这一次，桑奇来袭，我以为我终能将他护下，可到头来一败涂地。你说，若这就是命数，为何要我和他的牵绊如此之深？他既是我的故人，又是我的梦中之人。冥冥中，我只觉得自己就该守他，该护他。谢雪晨呢？他如何了？身受重伤，一直昏迷着。
师兄，行了，多谢南庄主愿舍运秀骨枝为城主入药。他是如何被桑琪带走的？城主，这穆玄灵随桑琪离去，便是背弃雍雪城，当断则断。看人，插起关系。我知道穆玄灵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没有背叛雍雪城，他只是在用他的办法，给我一个可以心安理得抛下他，去拯救人族的理由，而我，也真的任由他落入桑琪的手中，终究是我亏欠他。师兄，城主，长老，严童，你们去通知各派，我已无大碍。去吧。是。那师兄，你记得把汤药喝了。若你拼尽全力，本可以拦下桑琪，留住他的，对吗？可是你并没有这么做，谢雪晨，你悔吗？我曾经问过苍长老，一人、百人、万人的性命该如何衡量，如何取舍？父亲所担心的事情就像一道魔咒一样，我不断的反抗，不断的质疑。时至今日，它还是发生了。到头来，我还是做出了那样的选择。与穆玄灵相逢至今，满篇亏欠。你我在意的不同，结果却是一样。你因责任无法救他，而我因示弱救不得他。到头来承受所有伤痛的，便只有他一人。如今他仍旧在暗域，你我也都知道，到底该怎么做。公子，谢城主可好？服了你带来的骨枝，也无大碍。凤瑶，你可以为我去死吗？可以。那你爱我吗？不爱。所以他也一样。桑琪来袭之时，他以性命救我，可救的不过也只是一个故友罢了，才无其他。早就该知道了。不，其实你一直都知道。是啊，我一直都知道。
只是贪恋那一点相见的时光，沉溺在了萦绕多年的梦里。可他明明爱她，为什么为了成全她，宁可反目决裂，再不相见呢？风瑶，爱究竟是什么呀？公子问错人了。这个问题，只怕我比你更不清楚。若真是全然不懂，那也便就好了。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双眸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，为盼桃花千朵，陪